科尔塔的确很迷人啊，但有朋友觉得它还是有些遗憾，因为它可惜没有小数。小数点怎么算？678.56乘以574.25怎么搞？哎，很好搞啊，马上就给你们演示。另外还有这样几条留言呢，我也必须要验证给你们看。算一下10除3，哎，对的啊，地球人都知道它是除不尽的。那科尔塔用什么本事来对付它呢？这被除数如果是个8位数，除数是小于1甚至更小，那要转晕的。哎，我理解你的意思啊，就是除数跟被除数之间差的特别大呗。按照常规操作，这的确是要转很多圈的，估计能够把这个玩意儿给转红了。但是啊，咱有窍门啊，比如可以直接拿这位朋友出的题来试一试啊。要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除以7、8、9怎么摇？哎，虽然差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大，但意思还是在的啊。我马上就摇给你们看。最后，我想首先演示这位朋友的提问，问999999乘以999999要转多少圈？好，答案是2圈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摇它了吧？原因很简单啊，我为什么非要把999999加上999999遍，而不是用100万个999999，只减去一个999999来得出结果呢？这样我就可以开启科尔塔的快捷方式了嘛。首先，我们通过设置拨杆输入第一个乘数999999，哎，99999。接着我们要直接让它去乘100万，哎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100万是个7位数，我们就可以通过快捷的将这个滑动托架上的位置7转动到箭头位置，来直接将7位数一次性的输入到这个白色的转数计数器上，比如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。好，这是我的第一圈，对吧？999999乘以了100万。目前的结果是999999000000。我们用科学计数法呢，就是9.9999乘以10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10的11次方。9.99999乘以10的11次方。接着我只要再减一个999999，不就好了吗？好，先将托架转回到1，也就是我们个位的位置，然后再拉起手柄进入到减法模式，旋转第2圈，结果就出来了。9.99998乘以10的11次方，2圈。哎，咱们拿计算器再来验证一下啊。9.99998乘以10的11次方，没错，怎么样？这样的结果符不符？哎，所以它是有小数点的吗？这个可以移动位置的小点点呢，就是它的小数点机构啦。在输入值、结果计存器和转数计数器上呢，都是可以设置小数点的位置的。比如这个问题，678.56乘以574.25怎么搞？好搞啊！先把小数点给去掉嘛，再在结果里面呢把小数点给还回来就好了。设置拨杆输入67856，然后乘我们当然也不会老实巴交的摇上57425圈了，而是先把托架转到万位，摇上5圈，这里就是成了5万的结果了。接着托架转到1000位，摇上7圈。托架转到100位，摇上4圈；托架转到10位，摇2圈；最后是个位，再摇5圈。结果就是38966308000。因为是乘法嘛，之前2个乘数都带有2位小数，所以咱们应该还进去的小数就是2乘2，4位。把这个实体小数点呢移动到这里，后面留出4个数字，于是正确的乘积就是389663.08了。对不对？你看小数点也是能够搞得定的嘛。那10除3除不尽的情况下，它也能搞定吗？当然也可以了。咱们来看看啊，虽然除数是个位，被除数是10位，位数都很少，但我们可以预期啊，结果当中在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呢可不少。于是我们就可以提前在商的储存器，也就是转数计数器当中呢多留几个空位出来。哎，怎么操作？咱们直接将托架转到8位上，然后用拨杆输入除数3，转动手柄1圈，结果计存器上这个位置就出现了3，将小数点移到它的后面，一会儿看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得到。好，继续旋转手柄，直到数字来到9。哎，如果再多转1圈呢，这里就是12了，已经超出我们的被除数10了，所以得减掉这1圈才行。接着要这么操作啊。
降低一位，将托价转到7，继续旋转手柄，可以看到啊，9.3、9.6、9.9，好，停。将托价再降一位，转到6，旋转手柄 9.93、9.96、9.99。哎，看到这里面的逻辑了吗？既然除不尽，咱们就要让这里显示的数字无限接近被除数10才行，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才会更精确嘛。你看333已经在这边出现了，咱们继续啊，把商带到小数点后面7位数的精度水平上。好，现在转数计数器上呢都已经是3了，那小数点该放在哪儿呢？哎，数出被除数这边小数点后面有几位，就在商的小数点后面放几位，这个位置对不对？哎，大家都是7位，于是结果就等于3.3333333，搞定。哎，今天的挑战呢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就是被除数比除数大很多的时候，哎，咱是不是一定要摇很多次手柄呢？理论上还真是的呀，因为 Karta 这个机器啊，本质上呢是在用加法搞定一切。比如5乘以6，它是怎么算的？就是把5加上6遍呗。那10除以5怎么算啊？那就看5要加几遍才能到10嘛。这就是为什么商总是显示在转数计数器上的原因了。按照这个逻辑，如果要算这位朋友出的题，1234567除以789，那就要看789要加多少遍才能够到1234567嘛。转一圈加一遍，的确是要转很多遍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巧办法呢？当然是有的，咱们用1234567除以789000嘛，哎，这是不是转上一圈就快接近结果了呢？剩下的只要让被除数不断的逼近1234567就好了，最后再把除数中多加的几个零给还回去，不就好了吗？咱们来试试啊。同样，为了给结果多留位数呢，咱们先把托价转到一个高位，比如7，输入被除数789000，转一圈，结果显示789000。把小数点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使用跟刚才10除以3一样的除法操作，不断旋转，降低托价的位数，使结果寄存器里面的数字逼近咱们的被除数1234567。好，结果出来了。按照正常操作，把小数点设置好，这边是6位，那这边也有6位，所以商是 1.564724。哎，等等，这可是除以789000的结果嘛？咱们应该要把3个零还到商里面才行嘛？所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4.724，对吗？计算器来验一遍，哎，没问题。所以你看，它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？哎，更厉害的在后面啊！我刚才是不是说了，这台计算器呢是用加法的逻辑来处理所有的运算呢 ？OK。乘法没问题，哎，除法反过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减法呢？怎么样用加法来做减法？这逻辑上不通嘛？可以这样说啊，正是科尔塔的发明者科特·赫茨斯塔克想通了这点，才让一款机械计算器能够小到握在手上的。因为他想到了补码啊，准确说是任何一个数字的9的补码，他就能够将减法转变为加法。要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呢，是不太容易的，我也就不打算挑战了。咱们就直接看结果吧，看它是怎么处理的就可以了。比如8减4该怎么变加法呢？可以把它变成8加4的9补码再加1，去掉最高位即可了。而任何一个数字的9的补码该怎么算啊？就是拿9来减这个数字就好了。比如9的9补码就是9.9等于0， 7的9补码就是9减7等于2， 0的9补码呢就是9减0等于9，那刚才4的9补码就是9减4等于5，所以8减4就等于8加5加1等于14，再去掉最高位1，结果就是4了。哎，你看这样出来正不正确咯？正确的吗？可以再试试这个啊，788139减去4890。首先找到减数004890的9补码，哎，是多少呢？是995109。现在拿它去加被减数788139等于1783248，去掉最高位，得到783248再加1，我们就有了结果了，783249。看看跟788139直接减掉4890的结果是不是一致啊？当然了。好，卡尔塔呢就是这么玩的。
在这个壳子里面呢，有相当多的齿轮和一个大鼓，鼓上面的齿轮排布呢相当巧妙，因此就可以既完成普通的加法，也可以在手柄抬高3毫米之后呢，通过接触另一批的齿轮完成9补码的加法，就减法运算了。好，相信你已经对这里面的世界长啥样、是怎么工作的燃起了强烈的兴趣。那么咱们下期讲，顺便再把发明它的科特·赫茨斯塔克的故事分享一下，你会发现，也是各种离奇，各种的不可思议啊。